今天我们来讲一部西班牙悬疑惊悚影片，名为《人造正义》。选来选去，我还是决定讲一下这部影片吧。原因很简单，因为内容非常符合我的粉丝群体，不仅悬疑惊悚，还带点尺度。值得一提的是，本片题材非常新颖。我算是发现了，现在什么高科技产品都能被西方世界给玩黑化了。话说未来，智能 AI 已经普及全球，西班牙的国内更是开始推广用 AI 来取代法官一职。这么做很好理解，论存储量的话，人类是不可能拼过 AI 的。通过大数据查找， AI 很快就能判断出对方犯了什么罪，而且还可以通过微表情来判断这个犯人有没有在说谎，甚至出狱之后有没有再犯罪的可能，都能判断出来。Obviamente que quiero buscar un trabajo legal en software, por ejemplo. No sé, puedo trabajar en algo.Utilizar mis conocimientos para el servicio comunitario o simplemente seguir desarrollando eso, software de seguridad para empresas.当然，这种判决还是有一些不太严谨的。人类来当法官的话，多少会掺杂一些人之常情在里面，这些东西 AI 是不具备的，所以很难做出相应的判断，甚至会误判。也就此，现如今的西班牙社会出现两种声音，一种是赞成取代司法系统的，他们认为如果用 AI 来评判的话，就不存在贪污受贿的问题了。当然，还有另一种反对的声音，很简单，上面提到了 AI 评判或多或少缺少人情味在里面，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拉开了一场悬疑序幕。影片开头就抛下悬念，好像是卫星在拍摄海平面，突然发现一个人漂浮在海平面上，不知道是活人还是死人。随后画面来到了女主安娜这里，没错，今天的女主她还叫安娜，是个法官，正在审判犯人马克的假释申请。这个马克曾经因黑入银行系统盗走600万资金被判刑，刑满释放以后他将步入社会。当安娜询问他出狱以后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时，马克回答自然还是关于网络的，因为这个网络他最在行，总不能出去摆地摊卖袜子吧。其实现在吧， AI 评判系统已经在被法院适用了，只不过现在 AI 只提供相对结果，最终判决还是由人类来决定的。因为马克刚刚说的那句话， AI 立即给出了危险提示，认为马克出去以后还会利用黑客进行犯罪。而安娜作为一个人类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马克并没有说谎，态度非常诚恳。也就此，他认为如果犯人回归社会以后却断了他的来钱路，反而会大大增加他再次犯罪的可能。随后安娜决定允许马克假释，即便是控方律师一再强调 AI 发出危险提示了，安娜还是决定让他重获新生。也是这个决定让坐在一旁旁听的玛丽非常欣慰。庭审结束以后，玛丽主动找到了安娜，原来这个玛丽是科技公司股东，正是 AI 评判系统天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他在西班牙第一个实现了利用 AI 打赢官司的人。此时的他好像有一个重要的事儿要与安娜谈谈，不过由于安娜现在实在太忙，便约在了周五单位附近的咖啡厅。随后玛丽转身离去，在回单位的路上，玛丽看到一则新闻，是西班牙总理近日宣布要将 AI 评判系统天罚取代法官的这个事儿提上日程。而这件事儿玛丽看完却非常的反感，顺带还骂了一句之后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在返回家的途中，玛丽开的是自动驾驶，结果在车道的拐弯处突然发现一辆车横在了马路中央，来不及闪躲的玛丽一头撞在了路边的树上，就这样夺走了一条鲜活的生命。此刻画面再次回到女主安娜这里，她正在做身体检查，通过智能 AI 分析，安娜的体内重金属元素过多，这种身体是不宜要孩子的。从这儿我们不难分析出，这 AI 已经渗透到了西班牙的各行各业，智能驾驶、智能体检。就在安娜检查完身体的时候，听到了新闻报道，著名企业家 AI 创始人之一玛丽因车祸意外身亡。这个消息让安娜无比震惊，要知道昨天她还跟自己见了面呢。这里让安娜纳闷的是，在她电脑里收到过玛丽的邮件，看来她确实有紧急的事儿要说，但并不知道是什么。怀揣着这个疑问，玛丽却上了班。结果就在今天，院长宣布过不了多久，天罚系统就将进入最后的公投阶段，只要赞成票大于反
对票，天罚系统就会取代法官。随后院长询问安娜是否赞成这件事，用脚后跟也能想到安娜自然不会同意了，谁会喜欢自己失业呢？既然这样的话，院长给安娜安排个好活，那就是暂时加入天罚计划，去看看里面是否有什么漏洞。为期2周的时间，其实这个智能 AI 天罚系统取不取代法官与院长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甚至还有可能是件好事，毕竟节约人员成本了。之所以院长派安娜去监督，就是想给她一个保住自己职位的机会。不久后，安娜准备前去天罚公司进行最后的审核。临去之前，安娜先是参加了玛丽的葬礼，在葬礼上看着玛丽的丈夫对妻子致悼词，却让安娜感觉有些莫名其妙。这个丈夫完全没有伤心的样子，甚至还借此机会宣传自己的天罚系统。原来到这儿才知道，夫妻2人一起经营着这家公司。葬礼结束以后，安娜来到了天罚系统总公司，接待她的是这里的第3大股东，名为约翰。首先对安娜表示了欢迎，紧接着马上开了早会，并要求助理全程带着安娜进行检查，甚至都不用她签署什么保密文件，就是体现公开透明的原则。随后安娜正式开始考核。首先她观看了几段 AI 判决，与人工判决有什么出处的地方。经过对比，安娜发现通过大数据判断， AI 的评判标准与自己的评判标准没什么不同。不过仅凭一件案子那是根本看不出来。安娜要求看更多的卷宗，助理表示没问题。不过在这过程中，安娜留意到这里也有玛丽的办公室，不过现在早已人去楼空。可马上细节就来了，助理表示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马上就给安娜支走了。经过多方面了解，安娜暂时认为这 AI 天罚系统与人类的判断没什么出处。正当一切进展的非常顺利时，安娜突然收到一则令人不寒而栗的消息。第3大股东约翰表示，所有人都觉得玛丽的死是场意外，但我不这样认为。要知道天罚系统马上就要公投了，如果上市，公司股价那一定会暴涨。这个节骨眼儿上，最大的股东突然死亡，你不觉得很离奇吗？而且还有一点，那就是他在临死前曾给别人发过邮件，而且里面的内容暗指的会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更甚至这封邮件还发给了法官安娜你，这不就更加奇怪了吗？这一番话说的安娜目瞪口呆。确实，玛丽死亡前一天刚刚找过自己，而且她也发现了丈夫在葬礼上对妻子的死亡并不是太关心。难道说是丈夫为了谋财害死了自己妻子吗？想独自霸占这家公司吗？不过这件事还说明另一个问题，那就是 AI 天罚系统具有着强大的监视功能，要不然约翰怎么会知道玛丽曾给安娜发过邮件呢？针对这件事，玛丽越想越不对劲儿。随后她边游泳边想，要不要趟这趟浑水。本身安娜就不想去审核什么天罚系统，要不是院长一直劝她都不想去。就在当天晚上，院长再次找到了安娜，然而这次的态度与上次那是截然相反。没想到这个天罚系统与司法体系谈崩了。之前谈判的时候是说只用人工智能来取代法官，法院还是保留的，而现在变成了智能 AI 来取代司法体系，法院都要被取缔了。这无疑影响到了院长的利益，便请求安娜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天罚系统的漏洞，阻止他们上市，或者是爆他们的黑料也行。其实安娜手里面还真有，正是玛丽很有可能是被丈夫谋杀的这件事儿，但安娜没说出口，原因之前也说了，她不想趟这趟浑水。然而就在此时，院长突然说道，据我调查，玛丽驾驶的车辆自动驾驶可能存在问题，才导致车祸发生，所以很有可能玛丽的死亡不是意外，你可以从这方面入手。这直接说到了安娜的心坎里。不过从安娜的角度去分析，作为法官的她始终是站在中立的角度去分析，她不想帮院长谋死，当然她也不想放过谋财害命的玛丽的丈夫。也就此，安娜决定开始调查这件事儿。随后她秘密找到了第3大股东约翰，质问他有没有什么关于玛丽丈夫犯案的证据。其实安娜心里非常清楚，约翰一定是调查出了什么，要不然他不可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的。见安娜准备插手这件事了，约翰也就直接亮出了证据。首先从天罚系统连接的卫星来看，当初
那场车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个弯道并不是没给人留下应急刹车的时间，玛丽完全可以踩刹车。可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完全是因为自动驾驶出了故障，并不是那种机械故障，而是系统判断上出现了问题。以当时的车速来看，即便是紧急刹车，还是会撞到面前的这辆车。但面前的这辆车后座上有2个孩子，系统分析，本着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先的原则，与其失去2条生命，不如急转弯失去玛丽1条生命，这样损失会更小一些。听完这个判断，让安娜多少有些无语。虽然法律也是秉承的这种原则，但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太对劲呢。不久后，警方已经对玛丽的那场事故发出公告，也正如之前约翰说的那样，秉承着自动驾驶道德算法的判断，并且法院已经给出结论，表示这种判断是合情合理的。也就是说，玛丽的那场事故就是意外，自动驾驶并没有问题。可到这儿，安娜就有些奇怪了，为什么呢？因为她在玛丽的车内发现了一条视频，是事故发生当天她与老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再加上这件事莫名其妙的就不了了事了，越发让安娜觉得有些诡异，以至于她产生个大胆的想法，有没有可能是丈夫利用了这样的算法，故意在道路上摆了一辆后座上有儿童的车，迫使系统强制让玛丽发生意外。也就此，安娜准备联系一下玛丽驾驶的那台车的总工程师，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利用这种系统漏洞来犯案。结果那是非常不顺利，总工程师正在度假，根本就找不到人。也就此，这件事只好先放一放了。之后，玛丽继续审核天罚系统，通过对卷宗的不断深挖，终于让安娜发现天罚系统有漏洞了，那就是量刑的这个阶段。安娜奇怪的发现，同样是吸食违禁品，为什么量刑差这么多？有的被判3个月，有的被判3年。助理解释道，因为3个月的犯人很有钱，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入狱只是给他一个警示的作用，出狱以后他依然会对社会有着很大的贡献，所以就轻判了。这样的话也将民众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安娜一听，这不闹呢吗？ AI 判决就是提倡人人平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结果这么一整，那不还是与以前一样的吗？有钱人可以豁免。针对这一点，安娜特意找到了第2大股东，也就是玛丽的丈夫，告诉他天罚系统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不整改很难被通过。令安娜万万没想到的是丈夫的回答，他表示你只是走个过场的，你的建议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公司上市是迟早的事儿，所以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也是这个态度彻底惹怒了安娜。在之后的国会听证会上，安娜丝毫没有留情，在总比分是3-3的情况下，安娜直接投了反对票，也是压倒性的一票。 ¿Usted cree que eso sería posible con un sistema como Tente? A ver, un sistema como Tente basa sus sentencias en datos del pasado. Es decir, que es incapaz de interpretar una ley en un contexto social cambiante. Por lo tanto, es incapaz de generar nueva jurisprudencia, es incapaz de avanzar. Siempre va a mirar al pasado y estará condenado a repetirlo. 听证会结束以后，约翰竟然找到了安娜。令安娜意外的是，她与玛丽丈夫的态度截然相反，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恳求的态度了。对安娜说，我们可以整改，也可以照你的想法去做，只要你能投赞成票就行。可即便是这样，安娜仍旧无奈地摇了摇头。但也是这个决定让安娜之后陷入了巨大的麻烦。就在当天晚上，突然一个神秘人找到了安娜，不是别人，正是玛丽驾驶车辆系统的总工程师，名为鲍勃。随后告诉安娜一个惊天的秘密，他表示，我并不是去度假了，而是有人想杀了我，自然是因为玛丽的事儿，所以我今天出现就是想曝光他。但紧接着鲍勃提出了几个小要求，一是不能把今天的谈话当作是呈堂证供，第二不能向外人透露咱俩见过面。随后将秘密说了出来，正如当初约翰说的那样，玛丽那场车祸真的不是意外，虽说道德算法提倡人人平等，但有一个个例除外，那就是办理 VIP 的用户。如果你办理了 VIP， 生命会优先被保护。很明显，玛丽是总裁，自然是 VIP 用户。为什么她还是死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她的 VIP 属性被人篡改了。那么谁能做到这一点呢？谁有篡改 VIP 的权利呢？你品，你细细品。最后鲍勃给安娜提供了 IP 地址，表示犯人就是用这台电脑篡改的 VIP 记录。接下来就是你的事儿了，抓到真凶。不过一定要记住，别牵扯到我，我可不想被杀。随后鲍勃驾车离去。然而就在此时反转来袭，很明显现在想要证
证据都在电脑里。黑客无疑是安娜最需要的人之一了。此刻安娜突然想到一个人，没错，正是影片开头，不惜违背 AI 评判准则，也允许黑客犯人获得假释，也就是那个马克。终于迎来他报答的时候了。紧接着安娜联系了他，马克表示没问题，当然安娜也没有白用他，还付给他2000欧元的比特币就当报酬了。按照之前鲍勃提供的地址，安娜带着马克来到了地方，果然发现了一台电脑，不过想黑入系统的话险些有些困难。黑客表示我先带回家，之后有消息了再通知你。安娜表示没问题，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时刻。不久后终于迎来了好消息，那就是黑客已经掌握了全部证据，明天就会拿给他。然而第二天天还没亮，安娜突然被叫到了法院。当安娜来到法院时，彻底傻眼了。之前的那个黑客马克竟然被警方逮捕了，以非法入侵为由，还在他的电脑中搜出了大量猥亵儿童的视频，这让安娜无比震惊。然而更炸裂的还是后面，别忘了安娜当初是违背 AI 的判断放了黑客，这下可尴尬了。这件事无疑在证明人类来当法官并没有 AI 称职，是人类的感情才导致惯犯经常被错放到社会当中，危害民众。然而更令安娜诧异的是，法院已经向天罚系统妥协，决定 AI 全面取代司法系统。从院长的眼神中，安娜瞬间恍然大悟，这不是把自己卖了吗？因为这起案件，院长直接送了人情，相当于把自己的职位出售了，而将钱全部揣进了自己的腰包，这对于院长来说是最小的损失了。此刻的安娜无比失望，怎么说呢？就好像是在说，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法律在利益面前那是一文不值。此刻的安娜因之前的误判被停了职，一气之下，安娜再次选择游泳泄愤，而带着气游泳的她险些丧命，也迎来了影片开头的那一幕。原来飘在海上的那个人是安娜，这很好理解，如果她死了，所有的事都可以顺理成章，天罚系统也可以上市，安娜便背着所有的黑锅。难道说安娜的这场意外也会是人为操控的吗？那也有点太邪乎了。什么样的系统可以操控海浪，让安娜迷失方向呢？不过细想一下，也确实现在也没有什么是人类不能操控的了。这次意外过后，安娜准备接受现实，重新开始生活。然而之后发生了一件事，让安娜无比疑惑。 AI 天罚系统成功上市，也取代了司法系统。然而总裁并不是玛丽的丈夫，而是第3大股东约翰。原因是警方已经查出了玛丽的丈夫有杀妻嫌疑，便被通缉了。就这样，第1大股东玛丽的丈夫跑路了。紧接着另一个奇怪的事发生了，公司的 CEO 不是别人，正是之前向安娜提供 IP 地址的鲍勃。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他不是在躲着谁吗？怎么就成 CEO 了呢？然而这一切的答案都在黑客这里。紧接着黑客马克将安娜约到了监狱。黑客表示，之前的一切证据都是伪造的，包括玛丽那起车祸的案件涉及到的所有证据都是提前伪造好的，他们只是利用你在为自己洗白而已。到这儿就不难理解了，这一切都是第3大股东约翰设的局。一开始他就在引导安娜认为玛丽丈夫谋财害命，伤害了自己的妻子，实际是约翰弄死了玛丽，然后栽赃嫁祸给她的丈夫，企图夺走2口子的公司。紧接着黑客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当初为什么约翰可以提供玛丽的行车记录仪呢？那是因为玛丽身体内植入了芯片，就是为了防止自己遭遇不测。那么以同样的思维来想一下的话，她的丈夫很有可能也在自己的体内植入了芯片，只要调查一下天罚卫星就可以找到丈夫的尸体。那么只要找到他的尸体，就一定能查出来谁是真凶。也就此，安娜真查了一下天罚卫星，结果真的发现玛丽丈夫死在了海里，而死亡地点就是当初安娜发生意外的地方。看来是我想多了，这一切都只是天意，是有人冥冥之中在暗示安娜来揭露真相。最终警方在海底3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尸体。最终安娜决定在一档电视采访节目中当面与约翰对峙，这一段也是非常精彩的，也解释了发生在玛丽身上的一切。当初玛丽发明天罚是为了利用 AI 来辅助人类，将那些复杂的案件简易化，从而来提高效率。没想到被资本介入以后完全变了味儿，资本利益集团企图用这个系统来垄断整个西班牙的司法体系。如果法律被资本垄断以后，那后果不堪设想，又
变成了富人无法无天的社会了。所以玛丽准备停止发布，重新修改评判标准。结果没想到公司的 30% 股份已经被美国收购了，也正是第3大股东约翰，他并不同意这件事，不仅不同意，还准备杀了2口子，企图夺走整个公司。就此，安娜表示一定会揭发约翰的所作所为。其实很简单，随着 AI 天罚系统的普及，任何信息都会留下蛛丝马迹。还是那句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无论法律怎么整改，都应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违背的话，必然逃不过百姓雪亮的眼睛。最终，约翰的公司被整改，总裁约翰也是锒铛入狱，等待他的必然是牢底被坐穿。至此，影片结束。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儿了，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看看原片。我是马峰说电影，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感谢观众老爷们的支持与厚爱，我们下期见。